据悉 ，F-2猛禽战斗机作为世界上第一款5代战斗机，即使美国已经研发出最新一代隐形战斗机 F-35，F-22依旧是最被外界称赞的美国隐形战斗机。综合性能强大，夺取战区的制空权的同时，肩负着对地面的打击任务，并且可以参与电子战和收集信息。不同于 F-35，F-22被美国法律禁止出口，更是为其性能在一定程度上蒙上了一层滤镜。随着中国歼20和俄罗斯苏57的相继研发服役，大批量的生产。F-22有人被允许批准到以色列，但是否为原版本还有待确定。另一边 ，F-35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多国联合研制的海陆空通用的多用途隐形战机，采用独特的空气动力学框架，经过特殊设计 ，F-35在电子战、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方面得到显著提升，成为唯一能够对付俄制驱逐舰 S-400导弹的隐形战机。不过，在歼20出来之后 ，F-22和 F-35的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即使3款飞机的研发需求是国情需求不同，各有优劣势，但国内外媒体专家依旧好奇这3款战斗机谁能成为未来的空中霸主。近日，国际媒体报道就指出，无论是 F-35还是 F-22，尽管他们都配备了电子战、航空电子设备以及武器导弹，但是他们过于依赖的先进的中程空空导弹地对空导弹，对于歼20隐身战机配备的 PL-15和 PL-10来说却早已过时，可能成为歼20将其一击致命的弱点。据报道，目前 F-22和 F-35战斗机均配备了最新的 AIM-120D 导弹，是雷声公司 AIM-120系列。它凭借 AMR-AAM 空空导弹，一共击落了14架飞机，一举成为最受欢迎的超视距空空导弹。但歼20配备的 PL-15远程空空导弹具备更先进的功能，包括有源电子扫描雷达，最大射程可达300公里，并具备极强的抗干扰性。而 PL-10短程红外线导引空对空导弹，引导部使用多重红外成像制导，扫描范围达到惊人的正负90度，还能够配合飞行员的头盔显示器攻击敌方目标。而这2款致命的导弹刚好配备在中国新一代战机歼20上。美国国防专家马克·埃皮斯科波斯指出，尽管装备这2款导弹的战机很多，但是歼20有着太多未知性，包括其发射机制、目前正在研发的 WS-15引擎的最终规格。另外 ，PL-15也在进一步研发，这些对于美国及其盟国都是巨大威胁。即使 PL-15在实际战斗中达不到300公里的里程，它也仍然高于 F-35和 F-22装备着最先进的 AMR-AAM 空空导弹最远180公里的射程。而且，美国空对空导弹项目办公室的项目经理吉姆·斯通曼上尉表示，虽然目前还不清楚 AMR-AAM 系统的未来，但按照后续的记录程序显示，我们可能已经接近最大化了。最后 ，AMR-AAM 空空导弹没有进一步研发的可能，但它又是 F-35和 F-22在制空优势上一直依赖又自信的存在。现在被歼20的 PL-15和 PL-10存在，让美国空军也很无奈。对此，美国空军司令部首席霍克·卡拉尔将军一次谈话表示，对于 F-35和 F-22的后续发展，只能看歼20的发展情况，比如 PL-15导弹进一步研发，想办法拦截住那枚导弹。嫦娥5号顺利返回地球，中国成为第3个从月球取回月壤的国家。鉴于嫦娥5号登陆月球的地点为风暴洋吕姆克山脉以北的相对年轻熔岩层，这是来自月球独一无二的礼物。同美苏此前带回的月壤有着非常不一样的科研价值。谁能得到中国赠予的月壤？中国航天局副局长、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吴艳华公开做出了回复。仔细研判吴副总指挥的话，发现其中表达很有意思。中国为能够获得月壤的国家和地区画出了一个标准。吴副总指挥表示，首先，根据外空条约，外空资源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政府会按照外空条约来执行。第二，中国政府愿意与各国志同道合的机构和科学家共享月球样品，包括有关探测数据，来进行科学分析。这显示中国已经为能够获得中国赠予月壤的国家画出了一个标准，其一是外空条约，其二是志同道合。外空条约这个很好理解，但是志同道合这个就有玄机了。中国的月壤会赠给谁？全球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个国家分1克，也就分去了200克，1/10没了。不过，不少国家和地区对月壤是没有研究能力的，分给他们也只能放在那儿供着。全球对月球拥有野心的主要是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以色列和印度这些国家和组织，谁能拿到中国的月壤呢？中国这次嫦娥5号探月，所有的国外机构，虽然欧洲航天局没有抢到 C 位，但从嫦娥5号发射到成功返回 ，ESA 都是很友好的，在第一时间发来了祝福。中国官
官方也公开对 ESA 的祝福表达了感谢。从这个角度看 ，ESA 应该是大概率会获得月壤馈赠的，至于多少量那是很难说的。嫦娥5号探月国外机构处于 C 位的，应当属于俄罗斯。这个友好邻邦上至总理，下至普通的观察人士，大多数俄罗斯人对中国嫦娥5号成功带回月壤持欢迎态度，发来了不少祝福。俄罗斯拿到这个赠予的月壤，几乎被认为是既定的事情。日本、以色列和印度能获得吗？这是个很微妙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嫦娥5号进行探月归来的同时，日本的太空探测器隼鸟2号也从小行星龙宫探测归来，带回来了微量的小行星样本，微量也是量。日本会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分享他们的微量样本和探测数据吗？这还是个未知数。不过，日本会不会分享他们的微量样本和数据，大概率会被作为是否符合志同道合这一条来评判。中国同以色列的合作项目是不少，但是中以在太空领域的合作几乎没有见到公开报道。现在看是算不上什么志同道合。但是未来能不能志同道合就不知道了。至于印度是否能够得到中国的赠予，按照当前两国的局势来说，印度大概率是没有机会的，太不志同道合了。但在过去，印度航天局曾表达过期待与中国航天合作，只不过是否最终达成什么项目就不得而知了。备受关注的是，美国人能不能得到中国的月壤？问题是，中国敢给，美国敢要吗？美国曾经赠送过1颗月壤给中国，毫无疑问，这1颗月壤对中国研究月球是有帮助的。现在中国也成大户人家了，要不要还这个人情？中国航天局吴副总指挥特别强调了这点。不过遗憾的是，2011年，美国通过了沃尔夫条款，限制美国 NASA、国务院科学委员会等官方机构与中国航天来往合作。能不能合作，还要看美国的政策。也就是说，即使退一万步说，美国人可以作为志同道合者，中国人敢给，美国人也不敢要啊，因为美国宇航局和美国科学家如果接受了中国的月壤，他们就犯法了。大家都知道，美国是所谓的法治国家，美国人民是不能以身试法的，对吧？美国宇航局的幼稚表现让他们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在嫦娥4号探月时，美国人至少向中国航天局表达了祝福。虽然大家都知道这其中的虚伪，但至少没有撕破脸面。嫦娥5号发射成功的时候，美国人虚伪的面具都扯下来了，没有祝福，且直接开口要中国分享。嫦娥5号返回地球了，美国人看到月壤肯定没有了，给了也不敢拿，酸的不行，直接转发了美国重返月球的阿尔忒弥斯登月计划。很明显，美国官方不想给中国人祝贺，意思大家都看得懂。你不给我棒棒糖，我家曾经很多哦，现在我自己买去，这直接让人很无语。美国宇航局能不能成熟点？美国宇航局这样的幼稚做法，让他们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作为航天科学家的美国宇航局副局长托马斯·祖布陈，倒是展现出了科学家应有的素养，大大方方地向中国人祝贺，在嫦娥5号返回地球的第一时间，向中国人表达了祝福。印度人从欣喜变成对俄罗斯的辱骂，再转变为猛夸。苏575代战机原本就是俄印联合战机项目 FGFA 的衍生物。从2007年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以来，印度空军充满了期待。但随着歼20的首飞、试飞和服役，印度人的态度从欣喜慢慢变成对俄罗斯的辱骂。FGFA 联合战斗机项目渐渐成为了印度人的眼中钉。2018年，印度空军以该战机缺乏隐身性能、发动机不够先进等理由，终止了同俄罗斯的合作，并拒绝支付原本应该支付的30亿联合开发经费。过去2年，印度空军对洛克希德马丁的 F-35A 青睐有加，并向美国人提出了采购申请，但不知是什么原因，至今尚未有印度采购 F-35A 的任何消息，反而是美国人积极的将 F-16战机换了一个 F-21的编号，积极的向印度推销。国内的舆论最近发生了一些改变，印度军事专家公开指责印度空军2018年退出同俄罗斯联合开发 FGFA 战机是一个错误。印军专家曼西耶·阿斯特坎尼发表文章，言辞激烈的指责印度国防部和印度空军，并在分析中猛夸苏57的优异性能比歼20更加优秀。阿斯坎特尼指出，苏57即使使用现在的发动机，也拥有非同一般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超机动性能。该战机可以携带高超音速导弹，虽然在隐身性能上比歼20稍差一些，但这对于印度空军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印度人坚信他们的苏30 MKI 携带的机载雷达曾经2次检测到歼20的飞行。印度空军苏30 MKI 真的能检测歼20吗？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印度曾宣称他们的苏30 MKI 战机在边境检测到中国空军的歼-20战机，但是提供不了任何可以证明的资料。中国方面都懒得搭理印度人的自我忽悠。印度有这样的撒谎传统，在去年印巴军事冲突中，明明有自己的战机被击落，硬是不承认，等到巴基斯坦空军将活捉的印度飞行员示众之后才承认。另外，印度空军自己击落自己的一架直升机，也愣是隐瞒了半年之后才承认。印度宣称苏30 MKI 战机机载雷达能够探测到歼-20，从技术层面上看不值一驳。苏30 MKI 搭载的是 N011M 无源相控阵雷达，理论上空对空模式下可以搜索范围400公里，跟踪范围200公里，但苏30 MKI 在实战中探测到米格21的距离是在60公里左右，且无源相控阵雷达的工作波段对探测隐身战机几乎无作用。俄罗斯人的反应很有意思，别瞎扯，知道你们另有目的。针对印度军事专家贬低歼-20、猛夸苏57的做法，俄罗斯人的反应非常有意思。分析俄罗斯人对该消息的讨论，95%的都是针对印度人为什么突然出现态度上的转变，而不是针对苏57和歼-20的性能分析。这显示了俄罗斯人态度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以往大多数关于苏57和歼-20性能的分析方面，大部分俄罗斯人都表现出他们的爱国情怀，不管真实状况如何，反正在他们眼中，苏57是全球最好的5代战机，可以击败歼-20、F-22和 F-35。这一次，俄罗斯人发现印度猛夸苏57性能比歼-20优异，他们知道印度军事专家在没有任何根据的瞎扯，但如此做法另有目的。虽然俄罗斯人讨厌印度在苏57战机态度上的出尔反尔，但他们还是嗅出了印度人可能采购苏57战机，这对于俄罗斯是一个好消息。他们正在全球寻找苏57的买家。从笔者角度看，苏57的确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不能否认这是一款优秀的空中战斗机。印度果真采购了这款战机，对于我们来说并不算是什么好消息。